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与您一起来深入探讨市场动态。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 UBS 撰写的报告。没错，如果您在海外有设这个里安信托，或者是正在关注中国市场的资金动向，这份报告揭示的政策变化，说真的，可能会让您彻夜难眠。绝对会的。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您看懂中国金融政策现在所谓一收一放的双轨并行，看看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去策划一场财富重新导流的大局。这确实是一盘很大的棋啦。根据 UBS 在这份报告中指出的核心观察，中国政府现在正对海外离岸信托祭出重拳。怎么个重法？具体来说，他们针对离岸信托的资产全面征收高达20%的转让税，还有收益税，而且最惊人的是那个追溯机制。追溯机制？对，从2023年1月起，未缴纳的税款必须在90天之内补缴完成，不然就会面临非常重的罚款。哇，90天，这就像是就是你以为穿着隐形斗篷把钱藏得很好，结果政府突然发给你一张带有 GPS 追踪的补税单。对，完全无所遁形。但这我就有点纳闷了，很多高资产人士早就取得海外护照了，既然法律身份都不在中国了，为什么还会被查？因为游戏规则变了。报告特别提到，反避税规则已经大幅强化了。现在监管层看重的已经不是你表面的法律身份，而是那个实质经济利益归属，还有企业的实际经营地。也就是说，看你实质上在哪里赚钱。没错，只要您的主要经济利益还是跟中国挂钩，就可能被认定是税务居民。我们看人民银行近期严格限制第三方支付预付卡，或者是证监会前官员落马，其实都在释放同一个讯号。官方要彻底掌握资金流动，对，他们就是要让一切透明化。所以想尽办法藏钱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堵死了。但这就很奇怪了。既然北京当局现在正在全面紧缩严查海外资产，那为什么香港资本市场最近却大开倒车，大幅放宽了上市标准？这两边不会很矛盾吗？这就是这份报告点出的一收一放的精髓所在了。怎么说？报告指出，香港交易所最近把加权投票权架构企业的 IPO 市值门槛从400亿港元直接腰斩到200亿港元。等一下，我们白话一点来裁解。对于不常盯盘的听众来说，什么是加权投票权架构企业？为什么要特别为他们降门槛？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同股不同权公司，通常是一些科技或是新创企业，让创办人可以用比较少的股份维持公司的控制权。了解。香港大幅降低这类企业的 IPO 门槛，其实是为了打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池。你看，北京用严格的税务政策把海外隐藏的资金逼出水面，然后香港端出宽松政策去接盘。没错，刚好为这些急需寻找合法出口的回流资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投资标的。哇，这招真的很高明诶！一边用税务压力挤压资产，另一边准备好优质的科技企业融资出口，让资金有地方去哦。那面对这种把钱从暗处导向明处的巨变，身为投资人的您该怎么重新布局？报告里总结了几个建议方向。第一，投资人必须重新评估离岸资产的合规成本。第二呢，在寻找资金避风港的时候 ，UBS 特别看好具备高股息跟低估值特性的国资大型银行，像是工商银行或是建设银行的 H 股这种。对的。但为什么是国资大型银行？在这种海外税务大地震的环境下，他们怎么会成为避风港？因为当海外信托的避税功能弱化之后，资金自然会转向寻求安全、稳定而且完全合规的回报。确实。国资银行拥有政府背景，加上高股息的防御性特质，刚好能安抚这些在税务不确定性中寻求避险的资金。另外，报告也建议可以关注上海扩大的 S 基金等直接融资工具。说到 S 基金，也就是 Secondary Fund， 它主要是买卖已经投资在私募基金里的份额，对吧？
它怎么解决现在的市场痛点？没错，当部分投资人因为税务压力急需要套现的时候，S 基金就可以作为接手的买家，为市场注入急需的流动性。原来如此。不过 UBS 在这份报告里也特别提醒，虽然 S 基金受惠于政策红利，但投资人绝对不能盲目追高，最终还是要回归去检视底层企业的基本面。总结来说，未来的财富密码已经彻底改变了。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未来的竞争力不再是比谁藏得深，而是真实的投资回报还有合规性。当隐形斗篷失效，您准备好在阳光下迎接真实的检视了吗？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如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道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